李书记啊，来了啊。那坐。他是我们未来的老书记推下来的，他姓尹，尹大洋，到大的大，国营的营，尹大洋，今年也80多岁了。他有几万个网友，你今天头条上一听尹德勇文章，他马上就出来了。疫情期间，我一直看看头条，看蛮感兴趣的，其中一篇文章晓得吧？我对他有看法。这部看法呢，就是讲我们江苏医疗队在湖北是哪个地方呢？说的医疗水平不高，我提出了我不同意见。江苏医疗水平在全国来讲还是比较好的。你说江苏的不好，也是不根据。我讲了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当中可能有2百多万个赞赏的，200多万赞赏的，就那篇文章开始感兴趣，就天天我在家没事就写的。我写头条不是为了名，不是为了利，年纪大了，对吧？用平常心打发一个寂寞时间。和刘爷爷不一样的是，严爷爷一家子还住在一块儿。我没分家，还一大家子，到现在还是一大家子。还是大家没分家。你就是天然走了过了一个前几年那个重阳节还有。严爷爷不仅向我们介绍了之前做老年文体活动社团的经历，还详细的描述了他小时候是如何自己做乐器和自学演奏的。我是二胡独奏，他们跳那个什么是打太极拳，一个跳舞的老龄舞蹈。就是疫情停下来，到现在没搞起来。他介绍说是这个老龄服务中心，这个年年这个剧院室都有一个年会，每个乡镇都派这个节目可以演出，这两年都没得节目。严爷爷说他可以让我们录一段即兴表演，或许我们的纪录片被看到后能帮他们宣传一下，但愿能把村镇的老年活动再办起来。正当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时，一个来电打破了严爷爷的节奏。不知道能否为2位爷爷成功的宣传，但我们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老有所乐，把音乐、写作还有舞剑等文体活动继续下去。儿女如果现在供应武器好，搞什么呢？他来我们是一个好日子，儿女挣钱，我们自个嘛，还有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嘛，200多块钱，后来这15多3年大病。返回的路上，刘爷爷又和我们提起了老伴儿过世的事儿，这又让我想起第一次采访时他哽咽的样子。我猜刘爷爷和每一位聊得来的人都会复述他们家的故事。一个老人如果把悲痛与愧疚变成了晚年的所有，他还有可能感受到幸福吗？这个疑问让我无比难过。我希望世界上的所有的老人们都能带着最好的回忆过好每一天。我真的想告诉刘爷爷，我相信远在天堂的老伴儿一定会告诉他这一辈子是幸福的。儿孙们有时会因为生活所迫而离开家，但他们永远会把老人在的地方当作家，当作最安全的港湾。即使他们远在天边，即便他们与老人相隔数万里，但他们的心
肯定充满了对家的渴望与思念。2024年大暑那天，我们最后一次穿过去姚家闸头的铁路桥洞。今天，姚爷爷家的大铁门敞开着，仿佛期待着我们的到来。追踪了几位老人1年多了，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给纪录片画个句号。姚爷爷是我们采访的第1位老人，所以想让他帮我们总结一下，当做纪录片的杀青。高头83，我儿子一个4个女儿，甚至一个今年考大学考出去了。他是义工大学，儿子是在宝华教书，女儿在幼儿园。但是心里想听得进，但是他要工作呢，就是的，为国家呢要出公益呢，就是的，听得进了一明年来了，他没有工作，就是的。3位老人都很健谈，但姚爷爷最会说话。总的来讲，这几个好时代吧。22到39为了给我听你看，不错了，对老的不错了。我这个把生产力搞好，我是队长。他们来干了，我就买点菜烧了给他们吃吃。3个都是宝贝，一个媳妇一个儿子，你要去3个都是宝贝。他们拿我当老的也是宝贝，我拿他们一点不来给他们来分。纪录片的拍摄就要结束，很可惜的是，我们没能抽出时间再去拜访一下谭爷爷和刘爷爷。3位老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谭爷爷心态最好，刘爷爷的儿女心最重，姚爷爷活得最通透，也最爱分享他的人生哲理。面对空巢，每个老人的心态都不太一样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他们在面对各自现实的同时，都会把所有的希望全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把孤独活出了意义。爷爷您好，请问能采访您一些？不采访啊，能打扰一下？您好，爷爷。您好，我们就主要常见面，距离产生美，生活幸福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吧？现在是最幸福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挺幸福的幸福有很多种。你觉得算是幸福吧？这幸福要看个人的欲望吧。幸福不幸福就能唱得满了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光。好，好，谢谢。